好，感谢安妮塔，安妮塔比个赞，佳莹，感谢你，也感谢玉珍，然后米拉也上线了，培新也培新好久不见，安妮塔太原，对，这个米拉是米拉米拉你好KJ 你举手了，但我觉得你应该是要打8了哦，OK，好，建国 OK 好，有些伙伴我在猜，可能移动当中啊。然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可能不方便打上8，不过没关系，如果可以的话打上个8，我们大家互动一下也都很不错这样子。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我们都一样会录制成影片，然后给大家在就是有些人可能在移动当中啊不方便的也没关系，因为我们都会录制下来，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画面哈。好。如果我们在座有台南、高雄的朋友啊，真的是辛苦了。有什么需要协助的，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好不好？我们的那个地震蛮可怕跟危险，昨天应该大家都有被这个惊吓到但你会发现那个地震为什么越来越精准，实际上是跟 AI 也是有点关联的哦。OK， 好，像我们之前的培训的就是一些上课的影片呢，我们都有把它录制下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来看回放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到哪里？这边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没有什么经营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就打黄金峰，我把链接一样贴在聊天室里面给大家或者你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打黄金峰看得到我。那如果你想要找的话，就会打直播我如果直播的我都打直播，你会找到直播相关的影片，我们之前已经录过好几集了这样子然后也感谢大家啦，好像这一集有600多个人看过，我觉得大家应该蛮喜欢的这样子当然除了直播以外，我自己也有一些。就是就是有用 AI 做一些影片，然后都是在讲 AI 相关的议题，像最近在讲旺维刚老师的这本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上面来看这样子我当然自己也有其他东西待会一一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我们会录影片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有做的，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一支影片给大家，大家可以用听的就可以了解 AI， 然后了解 AI 的时事这样子。OK， 我们来看今天的简报喽。好，感谢大家上线，目前有30几位伙伴在线上了每一次我们大家都有30位伙伴在线上，我觉得很棒，也感谢大家，因为今天是过年前最后一场大家还依然上线一起学习，很棒但不用担心，下礼拜2绝对不会开下礼拜2绝对不会开，除夕夜应该没人开，应该没人会想上线就跟我上次1月1号也没有开是一样12月31号也没有开，大家都去跨年了，应该不会想上线这样子那今天主题就是有2个部分，我们现在虽然叫下班30分钟学 AI 了，但我们现在加量不加价，而且每一次我都希望邀请我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待会我们10点就会有一位叫做秉轩老师的，会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用 AI 打造网站的第一步，就是要教你怎么用 AI 来做心智图教你怎么用 AI 来写这些文案内容让你的网站更加的好重点是什么？你不要想说我没有网站但你可能要打造个人品牌嘛，对不对？或是个人的一些介绍，个人的 IP，第一步就很重要，所以待会会跟大家讲这个东西。然后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我会先跟大家介绍的是打造自己的 AI 助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使用 AI 这个工具，但想要更多的打造自己的助手，我会教大家。然后中间这个是我们的 AI 学员的社群，有在社群里面的好不好？帮我打上个7，好不好？然后知道你有在里面的，感谢大家，有在里面的打上个7。我还没有准备水旁边没有水。感谢嘉颖感谢玉珍，感谢市场，太棒了有很多伙伴都有在社群里OK， 如果你还没在社群里，你一定要加入这个社群当中。我们时不时里面大家会有一些讨论会有一些分享重点是我会时常的把一些 AI 的最新的知识前沿的一些资讯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或者是我直接开这个连接给大家，让大家我不想把一个人按了拒绝，然后没加入，我真对不起他，他进来一定好好跟他道歉。OK， 来，我按一个邀请，这边有一个副字。刚刚进来的伙伴，不好意思我刚刚你要进来，帮你按到拒绝了，希望你不要这个难过，我按错了，手抖按错，刚刚去健身比较累一点点，手抖按错。好，我贴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这是这个阿峰老师 AI 的学员社群，里面有700多位伙伴，我们不断的会学习，不断会分享，所以在里面你不用有压力啦，因为我们也不会
很可怕，一直吓大家。但是你在里面，当你想学习的时候，就会上来啊，往上滑，就有不同的文章啊、podcast 内容啊、YouTube 的内容啊，或直播的影片内容啊，你可以随时都可以学习。那偶尔躺平也是没问题的。像我最近也在躺平，要过年了嘛，对不对？所以最近也没有。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我就知道，事实上最近我这个 AI 的东西啊，文章内容发比较少啊，最近比较累一点点啊，休息一下，躺平一下，这是 OK 的。好，然后我自己有带了一个网站服务，就是 AI 的网站服务叫 Duda 啊，以后也会跟大家一一来介绍。然后我知道有很多的学员上在报名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他对于这个 MAKE 这个系统是感兴趣的，想要更多了解的，所以跟大家讲，我们2月份开始啊，我们也邀请到了 MAKE 这个自动化工作系统的台湾的总代理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所以如果你还想要听什么啊，不同的 AI 工具啊、AI 的服务啊、AI 的创业啊，或是一些跟自动化工作有关系的啊，在接下来2月份就是过完年之后，阿峰老师会邀请他们一起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互动跟交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OK， 那最后我自己有在开很多的 AI 课程，所以像资社会、工研院啊，我也是御用的讲师，所以在接下来如果大家各个企业行号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邀我过去，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上课这样子啊。简单介绍，我知道很多人认识我了啊。我的本业上是做 ERP 系统的，像进货、销货、存货啊。我们公司使用的叫欧度，它是一个开源的 ERP 系统。然后我自己的强项是帮助公司去做数位化啊，跟这个 AI 赋能，这是我的强项。那我过去也在行政院跟新北市担任过委员，我也是一个 SOP 台湾创业家协会第2届的成员，然后过去也擅长辅导很多企业申请政府的补助。那这2年我到台湾的理光、华硕电脑、南山人寿、虾皮、欧德家具、你上、Toyota 这些公司都有教过 AI 的课程，也在这些政府单位跟其他组织都有上过课，所以我自己在台湾做 AI 工作坊的经验还算是蛮丰富的啦，这样子。好，所以像工研院的公开课程啊，满分5分，我大概就拿4.8分，然后这个也都拿4.75分、4.72分，然后这里拿4.89分，都还算不错啦。啊，如果你想了解我的这个文章的话，你也可以去搜寻 AI 峰哥啊，可以找到我的资料，这是我的个人 IP。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那个相关的资讯，你也可以加入到会员啊，加入到会员不用钱，但是怎么样？只要我有新的文章、新的内容，它就会第一时间发送给你。像这是今天写的1月21啊，这个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老师分享的东西，大家没有时间看那么多的内容，我就把它变成文字，把它转成大家比较容易阅读的方法，然后甚至也有 Podcast， 你也可以拿来听，这样子非常非常方便啊，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用耳朵、用眼睛一起来学习是非常方便、非常简单的。好，我们彩妹也在线上，彩妹也是我们非常棒的伙伴，她本身是做这个乐龄教育的啊，然后她也邀请我去跟他们的老师做分享，很感谢她。好，然后我有 podcast 啊，叫下班学 AI， 你也可以去 Google 下班学 AI 啊，这下班学 AI AI Talk 啊，这个都是这个我有 AI 帮我来做这个叫做念这个内容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用 AI 去转出来的，所以很方便，然后也鼓励都是我有在花一点点钱的，没有很多，但花了一些时间。那最重要是希望让大家用更多元的方法来了解 AI 这样子。好，关错地方，不好意思啊，我要关掉那个荧幕，关错地方。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第一 part 先分享的是打造自己的 AI 助手，对不对？因为我之前上了很多课，就教大家怎么样用 AI 工具，不管你用了 Perplexity， 对不对？来找资料，或者用 ChatGPT 来想创意，或是你用 Gamma 来做简报，或是你用 Suno 来做音乐，或者是你用 Napkin AI 来做图表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蛙哥的，赶紧到刚刚我阿峰老师有贴给大家的，就是我的 YouTube 里面的直播上，之前都有教大家，免费提供给大家这样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hatGPT 里面的
一个功能，让你有自己的 AI 助手，好不好？我先示范给大家看，什么叫做 AI 助手。这个功能并不复杂，但大家使用的并不多，因为光你用原生的 ChatGPT，可能对他来说就已经有点难了，这样子啊。那这个功能并不复杂，大家使用的并不多。OK， 好，等一下啊，好，然后左边东西怎么不见了？ChatGPT 跑比较慢。好，像我这边有一个制作简报格式的小帮手，大家如果有上过我 Gamma 课程的，都应该知道，如果你要用 Gamma 做简报，你一定要用 ChatGPT 来帮你整理你的简报的架构，你要有架构在。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最近啊，我们讲台南地震好了，这个比较时事的东西，地震。好，我们找一篇新闻来看，随便举例这篇新闻好。有人问我说：“老师，为什么你要用 Google 来找新闻呢？对不对？因为 Google 找新闻还是比较快啊，对不对？你干嘛用 AI 找那么麻烦呢？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用为了 AI 而 AI 啊，你懂我意思吗？这个资料有点少啊，这太少了，找多一点点资料好了。这个好，如果台南的朋友有什么需要协助的，OK，台南的朋友有什么需要协助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哈。好，好像还是有点少，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拿这个资料好，我们就贴给他。那一般来说，你贴给 AI ChatGPT 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跟你说，这个是什么歌这样子，例如他把它整理一下而已。好，但我做了一个专门在做简报格式的小帮手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呢？我就贴给他，然后他就会怎么样啊？他就说啊，因为我是一个什么呢？卡卡的啊，AI 小帮手可以资讯不会最准确这样，有贴错地方了，不是我要贴制作简报小格式小帮手这个。好，在这边贴给他。好，他说我的资料非常清楚，请问你希望这份资料整理成几页呢？啊，我整理成4页好。好，他开始帮我整理成4页的简报格式了，闻到非常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说什么，你要打一段文字嘛，对不对？请你帮我整理成以下格式：1大标题，2简报内容，然后2之1第一张简报，2之2第二张简报。你现在连这个都不用做了，他怎么样？这个小帮手就直接帮我做出来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那么厉害呢？啊，不是因为他厉害，而是因为怎么样？我先给他很多指令，也不能说很多啦，我先给他一些指令，让他怎么样？有个预设的功能，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再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制作形式力 CSV 啊，如果有在这个社群里面的，应该就看过我之前我很喜欢用那个 ChatGPT 来做 CSV 档案，为什么？因为假设今天你有8个行程好，举个例子来说啊，一样示范给大家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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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直接给大家看，好像太赤裸了。我还是先收回来到我自己的画面。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这是之后这个相关的那个工研院邀请我上课的 schedule 啊，等我一下啊，噔噔噔噔噔噔，好，这边，他们之后请我上课的 schedule 是这样子啊，很多啊，每堂6个小时，有不同的啊。好，你看。速发部台南班、台北班，速发部深圳市简报，台南班、台北班，然后又有什么零基础、轻松入门等等等等，3、6、7、8、9、10，你看10个，如果你要一个 key，是不是很花时间？那这时候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就一样丢给他，啪，对吧？我将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制作符合形式力汇入格式的 CSV 档。你不用跟他讲太多废话。像如果你用 ChatGPT 跟他讲说，请你帮我整理成可以汇入给 Google 的 CSV 档案等等等之类。但你只要跟他讲好你的格式跟规格，他就自然而然怎么样，会帮你做好成那样的简报内容这样子啊。他这时候已经在做，他在写这东西出来。那这东西就是什么？一个 CSV 档案这样子，那就乖乖在写啊。这时候你就可以做什么事？大家知道这时候你要做什么事吗？有上过我的课的，这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有人记得吗？上过我课的应该都知道，这就是喝水。
泡咖啡、泡茶来喝这样子。啊，大家做差不多了哈。好，它已经做好了，那这时候就下载下来。那现在下载下来，好，就把它打开。但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一大堆行事历，你要导入啊等等等之类。但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有常态性要做的事情，然后你常常都要跟 ChatGPT 讲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把这些资料提供给他，你看他帮我整理好。然后这个就是 Google 行事历，你只要这样子就能够上传。我顺便教大家好，因为我知道我发现有些人不会上传这个资料，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按这个按钮，按设定。然后在你左手边汇入及汇出，这时候你点这个啊，你点你要的行事历，我就点我的 AI 相关的行事历，我就点，我刚刚传到哪里？应该是下载这边，看起来不在下载这边，我传到哪里？才能人最大问题是记忆力，你看，如果 AI 在就很方便，我刚刚存在下载，对啊，是这边啊，汇入下载。这边 AI Training Events， 你看他很聪明，他知道我这都是 AI 课程，按汇入，这是汇入了10场门道，他就全部一次帮我汇入，就非常方便，非常方便这样子。OK， 然后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做呢？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自己每年年底我都会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举办一个叫做亚洲创媒会，然后这个创媒会里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厂商的资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厂商的资料，在这边谢谢大家。我们去年大概有200多个品牌来参加，每个品牌我们都有介绍他是谁啊，做什么服务，有什么资源的这样子。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这是我们赞助商哈，eSIM 的很棒啊，叫做 DJB eSIM，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找他。OK， 好，像我们就有那么多参展方，他这个做这个什么积木乐高的啊，这个是做什么金饰的啊，这是做这个手游 IP 的啊，这是做蜂蜜的啊。可是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大家一个个翻全部读完很累，那这时候如果我想要在线上让 AI 来帮我判断，我今天逛展的时候优先看哪一些厂商，那怎么做呢？然后我就把这整份资料就丢给 ChatGPT， 让他有这个背景跟内容这样子，啊，这时候我就可以跟他讲说，这个我本身是做这个产品开发跟工业设计的，我们有好朋友妹在线上啊，工业设计的设计师，请问我可以先跟谁去做互动？他就收集他的知识库，然后这前面这句话怎么讲？这句话呢？这句话是我写的。我跟他讲说，你每一句话开头前面先讲这个，因为我怕他媒合的对方觉得不够好，因为媒合好不好，这是一个很主观的看法，对，所以我就说，可能不是最之前，请注意啊，如果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主办那个大会这样子，这是用 AI 初步评估的啊，根据您的产品开发跟工艺，才说第一个编号几号，名称是哪一个，介绍都列出来。重点是为什么适合先认识呢？第二个为什么适合先认识呢？为什么适合先认识？你看全都列出来，前面5个，然后跟他讲说，这5家我拜访过了，可以再给我5家吗？这样子，他说再继续给你5家，这样子，就持续列出来，这样子。所以就非常非常方便。好，讲那么多，那到底怎么做呢？好，这时候你就要点你的右上角，你这边有一个我的 GPT， 好不好？放慢一点，平常讲话比较快，这个放慢一点。我的 GPT 就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就可以怎么样？建立 GPT 了。好，建立之后，你有这个，你就要点这个配置，然后就开始要问你的 GPT 命名，先不要命名没关系，因为要先看你要做什么事情。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做的，大家要知道，我还做一个马来西亚槟城帮手了。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今天要去马来西亚玩，我就把我去玩的一些资料都丢给他，这样子，我就把我要去的资料都丢给他，然后我有什么问题我就问他，
啊，请问哪家好吃，有什么地方可以怎么样，我就全部都给他这样子啊，接下来就很方便。OK， 好啊，像举个例来说好了，制作简报小格式小帮手，我跟他讲哪些东西呢？好，我放大，你看，一，当使用者使用的时候，如果没有告诉你他要几页，请先跟他要。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刚刚是不是丢了一个内容出来，然后先问我什么东西？请问你要几页？他会这样讲，不是因为他很聪明，是怎么样？我先告诉他，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怎么样？很多的人丢给 ChatGPT， 请他整理的时候，没有告诉他几页，然后他就一次做了10几20页的简报格式。但有上过我的课就知道，伽马最多只能做免费版本的，只能做几张简报。知道的请回答，有人知道吗？伽马最多免费版本，哇，评分120，100分 ，Vicky 100分，哇 ，Vicky 很棒，哇，这些都是认真在上课的啊。为什么他们知道呢？因为我之前有教过了啊，赶紧啊，到我之前的影片去看看去学学，这样子好。因为伽马最多只有8页啦，你给他再多都没有用啊，所以我先跟他讲说，你告诉他你要几页，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当他给你完整的资料，请用他的资料来帮他整理成他要的页数的简报格式。虽然我讲的也没有很流畅啦，不过没关系，因为有些人太习惯怎么样，一定要做得很完美。我跟大家讲 ，AI 很厉害，他只要你给他的东西，他答对那就好，你不用刻意怎么样去做一个每个格式一定要很完整，不一定。我跟他讲，简报格式如下：一，简报大标题；二，简报内页，第一张标题，第一张投影片冒号标题冒号内文冒号，以此类推。我懒得写，你可以全部都写出来。第二张投影片，第三张投影片，第四张投影片都可以这样子。然后重点是每一次回答完后，都要在最后面说：此ChatGPT的 GPTs 是由知名企业讲师峰哥所建立，以下有他的相关资历，欢迎与他联系。所以就发现为什么，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这个简报吗？弄出来的时候就这样，你看，不是，这不是简报，简报在哪里？这边，你看，它前面就列出这些东西来，但最后怎么样？ChatGPT、GPTs 由知名企业讲师峰哥所建立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在公司里面做了，那你怕别人不知道这是你做，你要列出来，让老板知道你的这个厉害啊，跟成效在什么地方这样子。你看，他就全部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好，所以你看前面我不是问他之后，他就跟我讲，我把东西贴给他之后，他就跟我说你要几页这样子，非常非常方便。好，再回到刚刚的部分哦。我的 GPT 现在付费版本有新的功能叫任务了，这也蛮有趣的啊，这也蛮有趣的。它就是会有点像调闹钟，可以定时的帮你做什么事情。对，以后有机会来教大家。然后像刚刚这个亚洲创媒会小帮手，这更简单。我做什么事情呢？对不对？我根本就只有讲这些东西。这个 GPT 主要让对方输入他有兴趣的公司，或是他正在做的事业跟项目，或是他想要媒合的产业跟专业。你收到他的资讯后，你就可以依照知识库。什么是知识库呢？待会跟大家讲，帮他媒合3到5公司，并有以下格式。好，然后这是以下格式，所以格式很重要啊。这也是我在教课常跟大家讲的，你一定要让他知道格式。今天我们在社群里面才有伙伴在问嘛，我说老师，我怎么让他照我的格式？那你要让他知道你是什么格式，你要教他格式，所以把格式弄出来。对，所以在公司里面你会发现 SOP 很重要，这样子。然后他列出来我跟他讲这5个啊，公司名称、摊位编号、公司介绍、为什么适合先认识都列出来。所以他刚刚回应就回应的很好。然后这边讲哦，另外回复的时候，如果对方用英文哦，你要怎么样？你必须要用专业的商业英文来回复，因为我的展会是有外国人来的啊。如果对方用中文，请你用台湾习惯的用在什么用词、用字、用句，我打错字，用词，用字、用词、用句啊，没关系，他都可以懂啊。第3个，如果对方用英文的话，亚洲创媒的英文是 Asia Business Co-Creation Expo， 为什么呢？因为ChatGPT 它不懂你的专业用词，所以举个例子来说，像我的活动叫亚洲创媒会，那我就对他我说，请你帮我翻译，请你帮我翻译成英文。他应该不会背下来，所以他应该会翻错。看一下，因为我们的活动还没有名到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可能都会翻译成什么
Asia Creative Media Expo，所以你还是怎么样，要跟他讲一些关键字，像这种就是特别要注意这样子。玉珍有举手是不是？你是不小心按到还是真的举手？因为就我的经验，大家都是不小心，画面没有出现哦，抱歉。好，我再给大家一次，抱歉抱歉。有吧？现在有出现了吧？画面现在有出现了。OK， 好，对，看 Asia Creative Media Expo 这样子。好，接下来在每个回复的最前面都要加上，因为我是一个 AI 小帮手，为什么？我要防避，所以 know how 必须是你给他的，你千万不要觉得，我就要叫他帮我做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做，没有，他还是不能说傻傻呆呆的，他是万能的，但你要浓缩他要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一样，每一次回答完之后，你都要说Secure GPT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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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好，这东西我贴给大家，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建立的，我贴给大家好不好？让大家可以回去照本宣科都没问题。刚刚那个我也贴给大家了，大放送好不好？来上课我就愿意教大家，我贴给大家，但只要求大家帮我把课程分享出去，好不好？让大家更多人来上。我们今天有40几个人来上线的，非常非常开心。对，然后我刚刚还没讲完哈，这个刚刚不是有个东西叫资料库吗？什么是资料库呢？在那边，知识库在那边。知识库就是你可以把档案上传上去啊，就那么简单。但你可以上传档案一定是怎么样？以文字档为主，因为ChatGPT是怎么样？是以文字为主的哦，这就很重要。好，那接下来有东西叫什么？叫做对话启动器。什么叫对话启动器呢？好，我一样分享这个画面给大家看。大家进来的时候，对不对？你用原本的这个版本ChatGPT 版本进来的时候，它也会有出现这几个东西。你可以建立图像啊，你可以总结文字啊，你可以取得建议啊，它要给你一些建议，逻辑也是一样。所以啊，你今天进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不一定是只有你在用，可能是别人也会用。有人一直打给我，是谁呢？不好意思，大家稍等一下，这个人打了2通，感觉很重要。喂，你好。好的，好，所以你看这边就是我有一个预设的让大家来问的内容，预设的让大家来问的内容，例如，请问什么是亚洲创媒会，我就会点进来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这个小工具，你再给你同事用啊，如果同事没那么聪明，对不对？你还是要，或者是同事可能有新人啊，进来的时候你懒得教他，就可以，例如，请问这个GPTs 怎么用这样子 ？OK， 好，顺带一提啊。我真的觉得他 GPTs 这个名字取得很烂，为什么呢？因为它叫 ChatGPT，GPTs， 我觉得名字就让他搞混。实际上很简单，我都跟大家形容，这个就是一个 ChatGPT 的 APP， 你可以建立一个 APP， 自己建立，就这样子，这个逻辑。好，好，我的 GPT，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哈，这边看一下这个。哦，正常那边就好，所以可以设立几个启动器嘛，有点像可以开启的内容这样子。好，那下面还有几个功能啊，有网页搜寻、画布、生成图像，或是程式码执行器。因为有一些人他会拿来怎么样，拿来把它变成一个做图更方便的一个 APP 的概念，所以它就可以用画布，或是有一些是拿来搜寻网页的，看你的用途是什么。这样子，像我这个就没有，我就没有按这些功能，因为你按更多，它可能会更乱啊。这就会设定你想要什么东西这样子。好，动作比较复杂了，我就不多讲了，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再去摸索一下这样子。好，然后这边有个使用 GPT 中的对话资料改善我们的模型啊，翻成白话就是它会把你的资料拿去使用啊。如果你觉得不要拿去让它用的话，你就不要乱用这样子 ，OK， 你就不要勾了啊。但我对我来说是无所谓，反正我也是靠它的这样子。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小功能也蛮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有时候建立这个图很麻烦，它居然可以用自己的 AI 来建立图，我个人觉得还算是蛮方便的啊。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建立图这样子 ，OK。然后再顺便再提一下，我们的秉勋老师也上来了。我在最后在3分钟之后，我就会把时间交给秉勋老师来教大家怎么用 AI 来做你的品牌的第一步，这样子。OK，
那左边有一个叫做探索 GPT， 老话一句，不要想成是要探索 GPT， 你想要探索 APP， 这个就是你的 Apple Store、Google Play 啦，你可以这样思考。你点进来之后怎样？这边就有很多别人用过的 Chat 这个 APP 在这边，例如这个是专门做什么图片的嘛？这个是专门做文案的嘛？这个是专门做 logo 的。举个例来说，我点进来，跟着跑路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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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再给一次机会。我常常跟我都讲，是学了 AI 最大的困扰就是那个你的那个耐心会变差，因为 AI 平常都很快这样子。这边一样嘛，3.3颗星，然后有500万个人跟他对话过，全世界排名第2名的，只用 DALL-E， 就是那个OpenAI 就 ChatGPT 的母公司，他们做图像的 AI 这样子，你就点进来，然后像我可以就随便跟他讲，请你帮我做一个 AI 风格的图片。老师画面没有动，我有动你们有动吗？李欣老师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有，你有在打这个指令，有看到你在打指令那应该是伙伴你自己看一下你的网路 ，OK， 不过没关系，我们都有回放，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没关系 ，OK， 请你帮我做一个 AI 风格的图片，我就点进来，那这时候他就问我一堆话，他问我一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建的内容，你看他问的问题，请问你的复杂程度如何？然后像有时候都说你不要废话太多，请你帮我直接做 logo 但这是我示范用的。但你平常如果这样给他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给的东西很烂，这样子。对，大家看一下，因为根本什么资料都没讲跟他讲 AI 风格而已，他大概就做一个很烂的 AI， 跟就 AI 嘛，大概是这样，对，就烂烂的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它背后还有一些它的原理在啦，所以你可以去第一个，如果你想要自己学的话可以来用这样子，你可以你可以来到这边一样，右上角点击，然后按我的 GPT， 这边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然后你也可以点击探索 GPT 看一下别人的东西顺带一提，现在这个搜寻 GPT 就是搜寻 APP 跟所谓的当年20XX年，就是手机刚出来的时候一样，你如果打中文是找不到它的东西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英文的，所以你要找英文比较好。例如你要找 Copyright， Copyright， 没错，英文开发的比较多。对，那 copyright 就会一大堆门道。但你打文案应该就会少很多。看一下你看光转就转比较久了，你就知道。但你不要怪他了，很简单嘛，因为台湾市场还是比较小，对不对？所以英文好的人还是占有优势连跑都跑不出来，算了，不要为难他。好，所以这是今天我跟大家第一 part 分享的，就是如何用 ChatGPT 打造你自己的 AI 助理。如果你有收获的人，好不好？请你帮我在聊天面打上一个9，让我知道你很开心，你有所收获，好不好？帮我打上个9。OK， 感谢明亨，感谢嘉怡，感谢 CH 很棒，每个礼拜都上来，他打上非常多的9。也感谢这个 Joseph 好像也很常上来。好 ，Easer， 还有这位叫朱黄，是不是？还有 Wayne， 还有 John。OK， 感谢大家，感谢 Mila， 感谢 Vicky。感谢问，感谢玉珍，感谢培新，好，感谢妹，感谢大家。